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胡歌李沁新剧杀青，李沁生徒被吐槽显老，黄磊时隔18年再当导演，全明星阵容能扛住争议吗？这剧到底能不能看？杀青照里李沁脸上那几道褶皱，直接把网友送进了显微镜模式。有人说是修图师的锅，可一看视频素材，的确有肉眼可见的年龄感。问题来了，一部全明星阵容的年代大剧，女主状态先被架上火烤，这口锅到底该谁背？杀青就翻车，李沁的状态争议到底有多大？人间有位杀青的消息刚一出来，热搜上最扎眼的不是胡歌回归唐人，而是李沁老了。豆瓣网友直接在杀青特辑帖子里甩出俩字服了，说李沁这张照片怎么拍成这样的？这话看着轻描淡写，杀伤力可不小。但细看李沁近半年的状态轨迹，就发现没那么简单。2025年10月，李沁在开罗被拍到皮肤暗沉、苹果肌下垂的照片，眼角的细纹也清晰可见，整个人看上去疲惫感很强。到了今年5月，36岁的他在三里屯被路人抓拍，浅灰色运动短袖配蓝色网球超短裙，高马尾加空顶帽，皮肤紧致通透，对着镜头比耶微笑，完全找不到荧幕上沉稳挂的影子。同样是5月，他还晒出夏日写真，穿着印花抹胸短裤，古香优越，一双长腿相当吸睛。网上还流传出他练瑜伽的素颜照，没有浓妆，没有摆拍，皮肤状态好到让人惊叹。素颜照刷屏那会儿，还有人把他比作没有滤镜的美才是真高级。这一会儿显老一会儿惊艳的波动，有意思了。李沁的脸不是断崖式崩坏，而是被镜头和状态的双重变量来回拉扯。杀青照翻车，恰恰暴露了连续拍摄的残酷。一部30余载时代更迭的群像大剧，拍摄周期长达半年，演员要在镜头前展示从少女到中年的完整跨度。杀青时的状态不可能和开机时一模一样，这是物理规律，不是谁的错。问题是，观众习惯性的把杀青照当成了成片效果参照，而杀青照恰巧撞上了李沁状态的低谷，这是搁谁身上不委屈？再往前看，李沁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生图架在火上烤了。2025年6月，他一组妙烟仙子的生图曝光，没了滤镜加持，跟精修图里的仙女判若两人，网友直呼认不出。但另一方面，同年在《一笑随歌》里，他饰演的盲女音乐家苏糖，要用微表情替代眼神传递情绪，指尖抚过钢琴键时的颤抖，听到爱人声音时嘴角的细微抽动，导演陈可辛都公开点赞他的减法表演。这说明什么？李沁的业务能力本身没问题，他遭遇的困境和演技无关。所以真正该问的不是他老没老，而是女性的衰老焦虑到底该不该被放大倒吞，是一切专业讨论的地步。一部年代剧，观众到底是来看脸的，还是来看演的？胡歌加全明星阵容，王炸牌已经摊在桌上了。就算李沁这边有点小波澜，也挡不住人间有味的阵容把期待值拉到天花板。导演黄磊，总制片蔡艺农领衔的唐人影视班底，何冰、刘佩琦、白羽帆、杨采钰、杨烁、谢君豪等戏骨云集，光是念一遍主演名单都得喘口气。故事聚焦北京百年老字号万唐居30年的兴衰沉浮，改编自常小虎的小说《收山》，以传统饮食文化与匠心传承为内核。先说胡歌回归唐人这事，胡歌上一部唐人内戏还停留在2014年的《风中奇缘》，10几年过去，他从出车祸时公司停下《射雕英雄传》拍摄计划，等着他恢复，到如今升咖后仍不离不弃，
双方之间的恩义早已超越了常规的经济合同关系。胡歌接这部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报恩还人情债，《人间有味》是唐人2026年的头部项目。再看配角阵营，何冰、刘佩琦两位实力派坐镇师父辈，白羽帆、杨采钰、杨烁参演，涂松岩、谢君豪友情出演。谢君豪尤其值得一提，他在《仙剑奇侠传》里是李逍遥的师傅九剑仙。胡歌曾公开表示他是自己最想合作的演员，师徒重聚本就是一张情怀牌，更别说还有何冰、刘佩琦这种话剧舞台打磨出来的老戏骨压阵。制作投入方面，据说剧组搭建了超过16000平方米的摄影棚，坚持真铁锅、真煤火实拍。这阵仗要是拍砸了，可不是赔钱就能了事的。黄磊这把锅铲能不能炒好这桌大菜？如果说李沁的状态争议只是前菜，那黄磊才是这顿饭的主厨。他上一次独立执导电视剧还是2003年的《似水年华》和2006年的《夜半歌声》，距今将近20年。这些年，大众对他的认知早就从文艺片演员变成了综艺里做饭的黄小厨和好为人师的黄多多他爸。人间有味以美食为核心叙事载体，围绕百年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展开。黄磊在向往的生活里常年掌勺，对美食文化确实有积累，但正因为黄小厨形象太深入人心，反而让人忍不住翻他的黑历史。2017年的中国版《深夜食堂》，那部剧在豆瓣只拿下2.8分，播出后口碑崩盘，被观众吐槽为最弱智的本土化改编。当时导演蔡岳勋曾向厂商抗议，说这样会被观众骂死，但剧组仍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塞了大量广告植入。黄磊本人拍的时候也很痛苦，却连剪辑的权利都没有。这回不一样了，人间有味是黄磊时隔18年后首次全权执导大剧，从剧本到拍摄再到剪辑，话语权远非当年的被迫接活可比。黄磊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想拍的不是菜谱，而是菜谱背后的人情与江湖。这话听起来很燃，但观众心里难免犯嘀咕，一边是早年《似水年华》里细腻的文艺质感，一边是深夜食堂里令人窒息的尴尬表演，你到底继承的是哪一半基因？另外，剧中的师徒理念冲突确实点到了美食传承的核心困境。但如果黄磊导得太过温情和刻板，观众还能吃下这道大餐吗？到底是要看真正的匠心故事，还是看一场精心包装的黄磊美食 vlog？ 业内寄予厚望，但翻盘之路并不好走。人间有味不仅是胡歌归队，黄磊回归，更是唐人影视的一场豪赌。唐人曾出品《仙剑奇侠传》《步步惊心》等经典剧集，但近几年作品声量大幅下滑。胡歌虽然还在唐人，但上一部内戏还停留在2014年，基本属于挂名给公司撑牌面。这10几年双方破天荒的再合作，也就难怪网友把《人间有味》直接当成唐人的翻盘之作。但这道盘怎么翻？全明星阵容摆在这儿，关注度不缺，可最大的变数恰恰也来自这套阵容。李沁杀青照引发的争议已经给整部剧添了把火，如果成片里女主动态确实暴露明显年龄感，和年轻时代戏份对比太强烈，观众确实可能出戏。不过年代剧的妆发风格通常容错空间比较大，稍微修饰就能遮瑕疵，而且这毕竟是群像戏，女主角的状态未必能决定整部剧的下限。真正决定上限的还是黄磊，他能不能把各路戏骨捏合到一块儿，把剧本里那20多年的时代跨度拍出质感，而不是拍成演员们的综艺带货真人秀，才是这部剧成败的关键。有句老话说得好，好食材不等于好菜。唐人把胡歌和何冰、
刘佩琦这些顶级食材都找来了，就看黄磊这把锅铲怎么炒了。炒好了，满堂彩；炒糊了，这桌菜的买单人可不只是唐人自己。